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这几天我们看到了美国介入了委内瑞拉的政局哦，那当然大家是持续的关心这个国际最强的焦点。好，但是美国后续在委内瑞拉这边要如何进行，我们赶快带大家来持续关注。好，现在大家说了，不是有个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吗？他不是去年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怎么不是他来接下这个马杜罗的政权呢？我们看到川普伪国女神就是我刚才说的马查多内幕曝光了。好，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 CIA 的机密报告显示说马杜罗的政权高层的成员，特别是现任代理总统，也就是之前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维持短期的局势稳定上面其实比马查多更具备实力。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金融时报》特别讲说因为华府的伪国过渡政权规划其实早就是以这个罗德里格斯为核心。好，因为他跟石油的产业关系很密切，而且不被视为是马杜罗的傀儡。好，所以是不是美国早就有一套剧本，而且这套剧本本来就没有放这个拿下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查多在里头？好，所以我们看到了马杜罗在美国受审，所以他的副手现在已经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好，他有特别批评美国。好，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Vengo con dolor por el secuestro de dos héroes que tenemos de rehenes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el presidente Nicolás Maduro y la primera combatiente, primera dama de este país, Cilia Flores. Juro por el pueblo de Venezuela a no descansar ni un minuto para garantizar la paz de la República, la tranquilidad espiritual de nuestro pueblo.La tranquilidad económica y social。 可以看到这是他宣誓就职这个总统的时候特别讲的这态度是蛮强硬的，但是后来他其实有被川普呛。那最近看起来他的新闻是稍稍比较缓和说愿意跟美国来进行合作。好，所以委内瑞拉现在首都疑似也政变了这是在他们的首都叫做加拉加斯市中心有多处社区传出了这个枪响跟爆炸声。那我们看到这画面夜空出现了密集的这个曳光弹火光，而且伴随着重型机枪射击跟沉闷的炮击声。好，总统官邸的米拉佛洛雷斯宫呢，以及重要的军事设施周边更爆发了激烈的火拼，所以现在委内瑞拉是呈现一个蛮不稳定的状态。那还有是说不准庆祝，说5号的时候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国家、州跟市各级的警察机关立即在全国范围之内搜捕所有涉及煽动或是支持美国武装袭击的人员。那现有全副武装蒙面的人在城市的街道和高速公路上在巡逻当中。好，所以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他到底现在在干嘛？因为他现在已经被送到了美国。好，那大家就看到他的这个全程直播他押解的画面。好，他是5号在美方执法人员的押送之下从纽约的布鲁克林的都会拘留中心搭直升机前往这个市的曼哈顿联邦法院来进行出庭。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圈圈的这个就是马杜罗他从直升机上下来。好，那当然大家也很关心说他出庭应讯他的结果是如何。目前看来他是拒认毒品等4罪，那他仍然强调说他自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仍然是，那也否认了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等4罪。那马杜罗的律师也强调说，美国的执法人员在他国领土上面进行了逮捕行动，实际上已经是同一个军事绑架，
而且已然触犯了法律的规范。好，那马杜罗出庭啊，其实在美国的纽约这边也发生了一些示威抗议，有挺川跟反战派他们在这个看到他在这个整个广场上面来抗议，因为马杜罗出庭嘛，那大批的支持跟反对川普都采军事行动逮人的群众，他们在法院外聚集，有一派指控说美国长期的被反民主强人绑架，不过另外一派指称说美国绑架了他国的元首，都用绑架的字眼，但是对象不同，有人是对于马杜罗的强权不满意，有人是对于川普直接到别的国家把人抓走不满意。好，那我们看到纽约市长曼达拉则认为川普政府单方面的袭击一个主权国家是战争的行为，那还批评违反联邦法律跟国际法，同时也对数万名住在纽约的委内瑞拉移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好，所以现在啊，美国的民众怎么思考川普呢？其实有些人认为说啊，你去抓委内瑞拉的总统干嘛？你应该拼经济才对。好，所以有支持川普的选民说啊，突袭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夫妇其实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是希望啊，生活物价下降，而不是对外战争，而是把这个更多的钱投在像是教育、健保跟住房上面。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好奇啊，美国来攻打委内瑞拉，石油能不能有廉价石油的红利兑现？这恐怕就是川普维不维持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关键。好，那到底啊，这个美国攻击委内瑞拉，是不是因为石油？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误判？我们看到川普他自己讲了什么话？他说相信美国的石油业可以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之内扩大在委内瑞拉的业务，而且要让相关的业务步入正轨。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资助这些石油公司，所以他下一步怎么做呢？他要跟石油的巨头们来进行会晤。好，路透社就报道说啊，川普政府计划在本周跟美国的石油公司高层来进行会面，讨论的就是要在政权更迭之后，怎么样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的产量回升，而且为美国企业重返当地的铺路。好，那现在也看到啦，说好像有人说，其实委内瑞拉的石油没有人想去，有业界的人泼冷水啊，说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啊，现在处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情况。那石油产业长期失修，加上过去曾没收外国企业的资产，所以使得投资的风险是居高不下。好，我们看到最后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遭美国接管，俄中也发现有数十亿桶的权益是去向不明。好，委内瑞拉局势现在非常乱，但是国际上面还是很关注，因为它的目前时态是持续在进行当中。我们先问赖教授。特朗普啊，就川普啊，川普对于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绑架行动是绑架行动之后呢，他面临的国内的法律问题跟国际法的违反的问题啊。国内的法律的违反的问题已经很明白的，美国的国会现在正在重新在审议有关于这个国会授权法案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他违反了美国的国内的一个军事行动，必须要事先通知美国国会，然后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授权。他没有，他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跟宪法。他在国际上，他也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联合国第2条第4款的一个行为。那他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运作，因为你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你要经过安理会的授权，他完全违反了。那这样一个完全违反了之后，我们要问的就是，那你要怎么样去治理你所谓的委内瑞拉？他说我派卢比奥，卢比奥如何治理？卢比奥，如果你美国的军队没有进入委内瑞拉，你如何能够治理委内瑞拉？所以他现在采用威胁恐吓委内瑞拉的代理的总统，就是说，如果你不听我的，你就惨了，你会比马杜罗更惨，下场更惨。那这个部分你们就语带恐吓了，而且呢，直接威胁到一个国家的代理总统的生命安全，这个已经是公然威胁一个国家元首的一个生命安全，这个已经是不可接受跟不可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有意思的就是看到美国的盟友全部都保持静默，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道德沦丧，完全失去了国际话语权。以后
在国际任何一件事件来的时候，美国的盟友如果再指指点点的话，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用2个字：闭嘴。你可以再加几个字，就闭上你的臭嘴。你可以再加几个字，就闭上你的鸟嘴啊！你可以这样子一个来去指责啊，要求美国的盟友以后对所有的国际事务都闭上你的臭嘴。为什么？因为这些美国的盟友几乎都完全没有站在国际法，没有站在这个道德的点上，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能够有资格来说话好。所以事实上是不单是美国的损失，也是美国盟友的损失。我们要问的是，他能够就这样子控制委内瑞拉吗？我们在强调，没有军队过去，他用威胁的方法就能控制吗？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可以跟他周旋啊，可以跟他说，我们愿意跟你讨论啊，我们愿意跟你谈判啊，那怎么谈判，怎么讨论？那你要派代表来啊，我不可能我去美国跟你谈判嘛，那我们来谈的过程里面，事实上马杜罗的法案的这种绑架案正在美国的法院开始在受审。那问题就在于他是绑架还是非绑架这个是首先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他是被非法的一个国家的元首被冒犯了他的主权，被移送到纽约，这个纽约的法官也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司法在走的过程中，美国的军队又不敢进委内瑞拉，那委内瑞拉一样的按照他们的程序来做。所以您看到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搜捕那些叛国贼，也就是说把这个委内瑞拉的秘密，也就是他们的国家元首的行踪，告诉美国 CIA 的人要抓。那第二个不是就是要抓 CIA 吗？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那些批评这个马杜罗的、批评执政党的那一些委内瑞拉的人民也要抓。那请问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美国哪一个石油商敢进委内瑞拉去投资？政局这么的不稳定，那川普所要的石油，没有人去开发，那个石油还是摆在那里吗？对，就要看川普的如意算盘有没有真的如他算得这么精确。将军，其实这次美国的行动，我们看得出来，这个虽然说很顺利，在军事上面讲也很顺利，可是这其中一定是委内瑞拉出了很重要一个内奸内应，他才可以这么顺利的逮捕到马杜罗那现在关键问题来了，你要逮捕完马杜罗之后带到美国去受审，那整个委内瑞拉现在很明显陷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那马杜罗虽然说在国内，他自己在委内瑞拉国内也是争议很多的一个人物了，不管是他在执政的过程之中，对不对这个独断专行，或者是任用他自己的这种好友当大法官，然后对于他也是，他跟我们台湾有点像这也是属于在野多数，他自己执政党是少数的，然后在野通过的所有预案，他也一样送到大法官那边，然后就给你否决掉，然后一意孤行，等于说有一点在委内瑞拉当皇帝。当然这是他自己国内的问题，但是问题说你美国你不应该用这种军事绑架的手段把他绑架到美国受审。那现在好了，现在再怎么样不济，他也是一国的元首，那你现在把他带走之后，整个委内瑞拉就陷于一种群龙无首。但你美国敢不敢治理？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其实是这个根本就不敢派兵，兵不敢进去。你试问你这个美国有哪一个官员敢进去那边当总督？没有人敢进去当总督因为你总督进去里面一定要有侍卫队，要有护队，甚至有军事武力，你才能够保护你自己的人身安全，你才能够执行相关的法令。那现在没有美国军队不敢进去，那我认为你就算卢比奥你任命他当总督，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认为说是这个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就是这个罗德里格斯会听你的话吗？我觉得很难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委内瑞拉里面内部一定也是乱成一团，所以我们听到有枪声开始出现嘛，一定也有挺美派，也有亲美派的也有反美派的，也有这个死忠派的，也有马杜罗。他有一句话叫，我想讲得很好，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的党羽势力也一定还在嘛，所以紧接着我们看到委内瑞拉一定内乱不断里面一定是今天已经开始枪声了。我觉得这枪声不会说今天就停止，也不会一时就结束，因为各方群雄一定这个群雄并起了。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个整个委内瑞拉会更乱。在这种乱之下，美国你又无力去治理，你也不敢进去治理，那试问一下，你的石油从哪里？
怎么去恢复你的石油公司？当然，美国我觉得这次行动很明显的是，不是贩毒，贩毒真的从委内瑞拉运毒到美国的大概只有8%而已。那大部分的毒是从墨西哥那边大概70%从那进去，所以我觉得川普打的算盘主要就是还是石油哈。那因为美国包括委内瑞拉马杜罗跟前一任的总统，他们本来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这边经营这些委内瑞拉石油，但是这个马杜罗将这些石油公司没收了哦，变成国有化。那川普我觉得川普心态想法是说，他要替这些石油公司把他们经营权抢回来，仅此而已。那可是你现在可不可能抢得回来？我觉得也很难哦。然后之后你就算你挖了石油，你总是要卖嘛，你卖给谁？卖给美国自己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美国自己本身石油产量很多，我觉得最后来讲啊，还是卖给中国了，不可能不卖给中国，不然的话，你挖了那么多石油，你卖给谁？川普说，嘴巴虽然说，我不让他卖给中国，但是骨子里面，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在卖给中国了。好，所以这个委内瑞拉的局势真的蛮复杂的。岳教授怎么看？我不管你对美国的印象有多好，或者说有多坏，但是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孙磊啊，也就是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他说了，美国严重的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严重的违反了不干涉内政原则，严重的违反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然后严重的违反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的原则。就是说，美国的话来做这件事情，严重的违反了4大原则。是。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真正的基础的话，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点，大家就会认为，个人是讲究道德的，我们有应然跟实然的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把个人这个道德的理念呢，要推展到国际政治当中，所以才会有联合国，以致才有国际联盟。我知道，包含我在内啊，然后所有的人的话呢，讲求这个国际正义原则的话，冷冷的笑，听起来很好笑，因为国际政治讲求的是实力，是讲求的现实主义啊，所以大家都被那个 Messheimer 的这个观念呢，受到了影响太深了。那要讲求实力的话呢，我跟大家强调啊，美国这边本身啊，它其实是面对了3方面的困扰。第一个的话，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凭你的良心来讲的话呢，美国这个做法对不对？简直可恶到极点，它是最野蛮、最粗暴的殖民主义。第二点的话呢，马上谈到委内瑞拉剩下什么？除了美女之外，就剩下石油了。他现在讲说，美国要派公司投资几十亿，要来挖委内瑞拉的石油，挖完以后卖了以后，这就对委内瑞拉的人民好，对美国人是不是好？这更好啊，对不对？然后第3点的话呢，刚刚前面2位都已经讲了非常多的，为什么美国不敢登陆啊？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委内瑞拉非常希望变成美国的一州啊，你有这个能力吗？你要把全世界变成你的一州吗？你只会搞殖民主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敢上来让委内瑞拉人民的话呢，人家也是活的啊，对不对？那不管人家活得怎么样，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就是一个自作自受的制度。现在川普大言不惭讲说，以前查韦斯的话呢，搞这种国有化，把美国的石油公司全部赶走，换成什么？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美国在委内瑞拉做的事情是拿来对待自己的吗？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是非。你不能够不怀疑美国啊！他们做的这种事情的话，实际上是破坏了整个世界和平，破坏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甚至于破坏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啊！大家要了解这个事情的做法上来讲极其严重啊！现在不管怎么讲的话呢，美国的话呢要扩大它威胁的范围，又搞到哥伦比亚，又搞到古巴，又搞到伊朗什么的，这样下去的话永无宁日。难道美国就不担心人家剩下被欺压的民族联合起来对抗吗？好，真要看川普担不担心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到川普这一季哦，打了委内瑞拉的耳光哦，好，算不算也是在打脸中国？啪啪很大声呢？好，因为哦，委内瑞拉跟中国大陆算是战略这个支撑的紧密伙伴呐，所以我们就来带大家看呐，说现在啊，习近平发话了哈，他说啊，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单边霸凌啊冲击了国际秩序，各国应该尊重主权哦，遵守国际法，大国更要带头以身作则。他讲的话哦，蛮大白话的，也听得很明白，所以啊，大家就说啊，他就在暗呛川普霸凌委内瑞拉。好，那当然，川普啊这边有讲说啊，这个中美关系哦
不受影响哦，说我这个4月访华会晤习近平是没有问题的哦。他又再度说啊，他跟习近平关系非常良好，所以不认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会影响美中之间的关系。说委内瑞拉的石油还会继续的输往中国。好，真的没关系吗？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局势。好，但是川普现在啊，不只是委内瑞拉，他还锁定了另外2个国家，一个是哥伦比亚，另外一个是古巴。好，我们就来听听他怎么说哥伦比亚的。Colombia is very sick too, run by a sick man who likes making cocaine and selling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s not going to be doing it very long, let me tell you. So there will be an operation by the U.S. It sounds good to me. 哇，他说了大话，他说他哥伦比亚也病得很严重哦，如果有类似对美国的军事干预，他觉得不错。哇，天哪，他居然还讲这种话。好，那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认为说啊，中方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那愿跟拉美国家继续团结协作，应对国际风云的变换。好，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他们其实也在联合国上面有做一个紧急的宣言。好，那这个紧急宣言其实包含的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来商讨。中国、俄罗斯以及哥伦比亚代表点名批判美国霸凌，还说逮捕马杜罗是一个强盗的行径。那甚至因为马杜罗被捕之后，中国大陆的学者也特别警惕美国，说变成一个新殖民地的主义哦。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郑永年，他认为说这已经远远超过过去的帝国主义的范畴，更像是早期的殖民主义，或者说是新殖民地主义的策略。好，我们还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美国媒体也有报道说一件事情，也就是大批的美军机突然飞往了欧洲。他说，根据美国战区的报道，所有开源的航班追踪资料跟地面观察员的观测显示，竟然最近有大批的美军飞机突然飞往了欧洲，而且这些飞机主要的型号就叫做 C-17的运输机，可能满载着直升机。说部分的 C-17飞机从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驻地起飞。好，其余的机型还包含了 AC-130J 的炮艇机以及一架特种作战的飞机。好，所以就美国媒体称说这个虽然美军机经常往返欧洲大陆，但这次短时间之内出动了军机的数量跟它起飞的地方引发了人们对美军未来可能在该地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一个猜测。好，因为委内瑞拉这件事情真的也是吓坏国际让大家的眼睛真的很大，所以目前美国军机的大批飞往欧洲的行动，大家也认为有一点猫腻。好，我们再看到大家关心那日本的态度是如何？因为我们也有发现他4号、5号高市早苗就2度回应这个委内瑞拉的事件，但是里头的字句刻意避免批评这个川普政府跟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所以他们自己国内的日本的立宪民主党的参议员就认为首相的表态没有拒绝他国使用武力，还有这个道德的行为，他对此提出抗议。那甚至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高市首相声明的内文是完全没有提到美国。好，大家就说对于美国的部分高市早苗又开始双标了，遇到美国就他口啦。好，那日本的学者则认为美国这次对委内瑞拉出手背后很有可能是带着消除中国影响力的考量，希望能够牵制中国跟俄罗斯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力。好，那日经亚洲也特别报道说这个随着美国寻求强化对于北韩还有中国大陆的威慑，驻韩美军要扩大行动范围到朝鲜半岛之外，要建立的就是对应台湾有事的战备体系。有人认为日媒故意放这样的消息，是不是也特别想要再度针对台湾有事来进行挑衅？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还是玩2手策略吗？因为他又讲了一个新年的谈话，说没有关上跟中国的对话大门。好，但是他仍然希望跟美国一起抗中，那又说要跟中国大陆对话，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看不懂。那当然这也是国际上的一种外交的手段啦。不过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比较新的快讯就是大批的军机突然飞往了欧洲大家认为是不是又有其他的军事行动可能呢？我们先问赖教授。
这个不能够完全排除啊，因为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塞尔维亚的武器企也很有意见啊。前段时间本来美国就要领导所谓的北约国家要去攻打这个塞尔维亚，后来中国大陆紧急的用运20把这个红旗的导弹运到了这个塞尔维亚，然后因为这个红旗它本身的功能是强大的，所以后来美国的战机就不敢进入塞尔维亚。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刚好跟委内瑞拉不一样，因为塞尔维亚它一开始就定位跟中国的紧密关系，所以它在安全的这些工具的采购里面比较多是跟中国大陆来采购，那证明它是有效的。这个就跟巴基斯坦是一样的啊，巴基斯坦也是定位为跟中国的合作，所以巴基斯坦在这一次跟印度的交战中也处于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但是问题是，像委内瑞拉跟伊朗，他们就比较接近于像俄罗斯的采购，所以他们的武器装备都建立在俄罗斯的系统上。伊朗也证明了它的防卫能力就效果不大了。这一次的委内瑞拉也证明了它的防卫能力效果不大。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我觉得川普的这一次的一个做法啊，表面上他看起来是要在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跟拉丁美洲建立它的地盘。就是说这些国家都在我的这个淫威下啊，然后我高压统治下，我威胁你的安全的情形下，我随时可以把你国家领导人抓起来的情形下，拔掉的地位下，你们都必须要对我俯首称臣。可是我觉得国与国之间不会是他想象中那么的简单，因此我估计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啊，他们会更多的去思考跟中国大陆的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这一次中国大陆到拉丁美洲的特使，其实就已经有跟相关的国家从过去的经济的合作啊，然后到政治的合作，现在已经要发展到安全的合作。安全合作如果越来越成熟的话，大陆的这些武器装备，尤其是防御型的武器装备，那么供应给这个中美洲跟拉丁美洲他们本身所使用的话，这个对美国的这些未来的军事行动就会产生很大的牵制作用。因为大陆的这些武器比俄罗斯高效很多倍，而且是跟美国是相抗衡的，几乎是平等的，甚至还若干的还超越美国。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大幅度的开始采用中国的武器装备，可能会改变整个拉丁美洲的局势，不会朝特朗普的想象中把拉丁美洲建立起它的地盘。我觉得这情况不会这样做。但是另外一个后遗症在哪里呢？例如说乌克兰。普丁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就变成有正当性了，然后这个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没有正当性了因为高市早苗不敢谴责这个美国，那他凭什么对于台湾说三道四？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一些国家，包括泽连斯基也好，跟高市早苗，他们都处于非常不利的一个地位，就显示出他们的人格很低下好，将军怎么看现在局势？我觉得美国这一定是有所动作因为这批飞机它有个特性，它不是战斗机美军来讲的话，通常它应该在欧洲这北约的很多国家里面，它已经有 F-22或 F-35战机，但这次去的全部都是密支作战的飞机叫做密接支援，这对地的一个攻击机。你看它包括到 AC-130 ，A 就是 attack 攻击的它在C-130飞机上面装了那种1.5的那种口径的炮，可以对地面火炮从天上直接发射，那种攻击力道是很大的。另外 C-17运输机它确实是可以带很多的直升机装在肚子里面，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他到别国去访问的时候，他都是用 C-17装了他的那种空军，就是他每次我们看到他从白宫起飞的那架直升机海军陆战队那架直升机都是装在肚子里面运到他要去访问的国家，然后这边当地乘坐。所以 C-17如果说带的直升机是这种包括到 Apache 或者是眼镜蛇直升机的话那再加上这 AC-130，这很明显是对地攻击的一种态势。那我们就可以想想看，他在欧洲会对哪一个国家对地攻击？
我们可以排除北约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哈。那当然，第一个是塞尔维亚会不会对塞尔维亚动手？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有可能是中东的这些国家有可能对这些中东国家动手。但是无风不起浪，突然有这么多对地攻击的战机去，那我觉得后续来讲，一定这个美军在这边一定会有所行动。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这个中国这次很明显的一定会抗议，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委内瑞拉哈。大概从2014年，他们就已经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2023年的时候更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也知道马杜罗曾经到中国去访问，然后中国也高规格的用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来接待他。那时候就签订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中国在委内瑞拉里面投资的金额大概有600亿的美金这么多哈，那大部分是投资它石油设施，包括专油平台或专油设施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来讲，如果说被美国所接收，那中国会担心会不会就打水漂，钱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中国在委内瑞拉还投资了，包括到这个运油的铁路建设，或者是教育基础建设都有。那现在我想，中国这次来讲的话，绝对不会说不做声色，因为我已经投资那么多钱。那如果说这次一下去，全部被美国全部没收，全部打水漂。我想就中国来讲的话，他一定是没办法接受的。是，当然中国没办法接受，那他4月还要不要跟川普见面，也是一个问号。那甚至这是不是也让川普尝到甜头了？觉得都可以用这样的行动来制约别的国家。教授怎么看？我觉得很不幸的，一轮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刚刚看到川普讲话的时候呢，基本上的话呢，川普这个人的话呢，他是又笨又坏。他很笨的话呢，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他很坏的话，就他一点道德感都没有因为他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是违背了一种基本上做人的道理他欺负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讲的话呢，这个 C17运送的话呢，里面的话呢，就是它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至少10架刚刚出去的话，我是觉得说美国这个做法上，把这个飞机船舰最重要是原来攻击这个委内瑞拉的160的这个特种部队团也跟着就是有部分移到那边去的话，我觉得这里面说明了美国本身来讲会发觉这个世界应该就是强权就是公理了其他没有真正的公理在，就是要出动这个权力。那我觉得说敲山震虎我现在目前为止消息得到不足以让我们做判断，大家都在猜测为什么要至少10架的 C 妖拐要能够移到欧洲去的话呢，里面包含这个攻击直升机什么的都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因为资讯的关系也不方便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美国在全球部署快速打击能力的这种现象的话，是他深信不疑的。所以我们目前为止也可以知道，美国人非常相信武力的，也更相信暴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过，大陆用一切所有的手段因为这个是严格来讲大陆应该发展远程运载的能力了，因为这个确实是你虽然你特种兵很行，但是美国的远程运载能力就是展现下，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自己的话呢，就是无所节制。终究会导致于这个中国目前为止要发展这种远程运载的能力，以便跟美国抗衡。所以说，请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美国是全世界上在这种远程运载能力很强的情况下，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就进行打击。而且刚刚在这个电视中，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川普就会他自己以他的道德标准来评价这个国家好还是不好，然后呢要攻击什么的，那讲话的话呢就是语带威胁。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风气是不可长的。那当然了，有一些国家的话呢，因为美国按照原有的实力，导致很多国家的立场。因为最近的日本的话呢，日本的这个朝日新闻他们就讲，就是日本根本面对美国就没有立场。所以高市早苗这种讲话的方式，就是支支吾吾的讲起来的话，平常对人家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现在的话呢就没有立场，所以讲话前后矛盾，也不足为奇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刚才还在谈到川普不知道4月份跟习近平的会面会不会有变卦。好，但是呢，有一个人已经去了中国大陆这就是李在明，韩国的总统。好，那他是在1月5号的时候到访了中国大陆。我们先看到他有发文展示他用习近平之前送他的小米15的手机跟习近平夫妇来进行合照。
而且还发文称哦，拍到一生难忘的相片，同时幽默问哦，说画质不错吧？好，我们看到他们2个人哦，这个谈话还延长了30分钟哦，可见谈话相谈甚欢。所以总共这2人的聊天谈话谈了90分钟，包含有欢迎仪式、首脑会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以及国宴在内。好，我觉得李在明的平衡外交真的蛮厉害哦。他之前拿到这15的时候，还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哎，有没有后门呐？”哦，我当时听到就岔到，想说哇，在习近平面前这样说吼。好，那我们看到他跟李在明啊，罕见都提了中韩共同抗日胜利，说要希望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所以共同的敌人抗日，所以是日本。好，那隔了2个月再会晤习近平，李在明说韩中的关系恢复来到了元年。好，李在明在北京发帖说倍感慨，说回忆起多年前访北京的经历哦，是他在担任城南市长时访北京的往事。那如今他是以大韩民国总统的身份再次来到这，心里是倍感慨，甚至啊，他也特别提到说啊，这个经历了外交空白之后，他们积极的奔走，成功推动了关系正常化，其中全面恢复此前一度停滞的韩中关系，他认为这是重要的成果之一。好，那除了这个首脑会晤之外啊，大家也很关心就是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那现在他们也拉紧了经贸纽带哦，希望能够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那这个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李在明出席了这个商务论坛。那何立峰就希望2方都可以继续的在合作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那李在明则说，要韩方愿意加强对华互利合作，那希望带给2国人民更多的福祉。那甚至李在明也说啊，这个开辟经贸合作的新航道，他是特别以用同海共航为喻，那希望2国的经贸啊，在智慧啊、人工智慧、文化上面都要有更深厚的联系。只是李在明跟习近平的会谈啊，他们也特别有共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反对保护主义。习近平有特别强调啊，韩中要共同的反对保护主义，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那要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那也要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做出贡献。好，那这保护主义、多边主义指的是谁？大家也很明显哦，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这个恶霸。好，那当然李在明也有些回应啊，他说韩方期待把握中国的“15+5”规划带来的机遇，那希望2国的经贸能够推动更多的成果。好，那韩中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他们的经济合作啊，当然也有一些实质上的，就是签了9项的 MOU。那新世界跟阿里巴巴展开了合作。好，我们看到韩国的新世界集团跟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集团国际站他们签署了 MOU， 那将透过阿里巴巴的线上平台来出口韩国的商品。好，那韩国的鱼饼制造商、三晋食品等企业也是各自的这个大陆合作伙伴来签署另外3份的 MOU， 那就是扩大了韩国食品和美容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哇，看起来接下来韩中的关系一定会持续的高涨，尤其在经贸上面。好，那中国大陆这边也是多方在秀实力。我们看到李强他特别讲到，科技的生命在于应用，要进一步的完善产业的生态，就要拓展应用的场景，像是推动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扩大应用中，要加快迭代的升级。好，所以高盛的分析数据我们就要来观察。他说啊，中国大陆今年的 GDP 增长是 4.8%。好，因此蔡奇也特别说，把经济宣传要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好，那因此我们刚才看到李强特别针对机器人的部分嘛，那他也讲到，目前看起来 AI 真的是终端大战，尤其在全球科技的春晚上，说机器人真的是稳占 C 位，因为今年CES 总共有4000家的企业来参展。好，在众多参展的产品当中，机器人将稳占 C 位，宇树科技将在今年的 CES 当中带来 Unitree H1 的人形机器人。好，去年更是在中国春晚一炮而红，所以可以想见，今年的春晚一定也会有机器人存在，但是什么样的方式，大家也很好奇，也相当期待。好，我们看到了这个韩国跟中国大陆现在关系相当紧密，尤其李在明跟习近平之间的互动，大家也都觉得真的是蛮会玩外交的。我们问教授。
2026年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开局之年谁先抢到头香？其实不是李在明抢到头香，是爱尔兰的总理抢到头香因为早上的时候习近平是先跟爱尔兰总理这个有正式的会晤，而且呢彼此之间谈到了很多的计划，而且呢爱尔兰他也很愿意，也很希望能够参加加入这个15计划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中国大陆的15计划会是开始大陆超越美国的这个计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时刻而且习近平在15计划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已经讲得很明白，目标就是 GDP 5% 的成长率，即使这个 IMF 说大概 4.6%， 但是中国已经定出 5%， 那就是代表会更猛烈的往前发展。那因此相关的有睿智有远见的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他们绝对不会脱队只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台湾会不会脱队如果台湾脱队的话，那坦白说就很可惜了。过去14-5计划的时候，韩国脱队了韩国由于尹锡悦他仇中反中恨中然后再加上他前任的几位领导人这样子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情形下，他们没有加入中国大陆的14-5。一脱队以后，李在明自己讲得很明白，他说我们最早期10年前我们到中国大陆的投资，我们基本上是垂直的，也就是说韩方到大陆投资，韩国是站在技术端站在资本端，而中国提供的是劳动力。可是10年后今天韩国完全没有资格跟中国大陆再站在这个垂直的方向了，因为中国大陆有太多的领域，科技、技术，甚至资金方面，它都已经超越韩国。所以了不起，韩国跟中国的经济是水平合作那因此它在15计划中，它的目标是要加入什么呢？加入全球的生产供应链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一个韩国的领导人看待韩国自己的总体国力跟中国的总体国力、跟科技能力、跟资金资本额的实力来做比较的时候，其实韩国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中国人眼中也不过就是一个中等略小的国家不是中等略大的国家。其实连日本在中国的眼中也就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因为一个整个日本都不到中国的1/4了所以我觉得大陆在看待很多国家的时候，所以他才会提出就是说欢迎15计划加入中国的这个列车，因为错掉这个列车就会可惜了。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也就是因为没有加入中国的13-5跟14-5，所以法国到今天为止本来在欧洲是领导国的，现在变成德国超越，可是德国的上任的这个政府也脱队了，所以你看德国现在的经济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远见的人不要脱队于中国的15计划，拜托台湾也千万不要脱队。郝渊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李在明访问北京的时间上来讲的话呢，算是比较长的啦，而且他们会晤的时间跟领导人的会晤时间也算是比较长的话呢，我觉得有3方面的意义了哈。首先的话呢，过去那么就是这个尹锡悦跟这个李在明之间的话呢，确实是构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那个尹锡悦的话呢，对于拜登总统跑到白宫去唱这个 American Pie 的那个时候，大家记忆犹新那是一镜的天美。天美以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这个朝鲜的态度非常非常的恶劣非常就宣布就不诉求统一了就是基本上这个韩国跟朝鲜之间就分离。那这个对于朝鲜半岛是非常危险。那李在明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刻意要扭转这个形象。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但这个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韩国本身并不是单单只有工业上要学这个中国。大家知道，我们在韩国人知道，韩国最有名的泡菜 kimchi 的，韩国的泡菜99%是这个山东青岛产的有一个叫人造镇里面的，它产的非常多韩国人嘴巴是不喜欢中国人，那吃的是中国做的韩国泡菜因为地方文化接近嘛。事实上你在韩国要区分开来的话那我自己成长的背景当中，那个我们家里的韩国华侨都是山东人特别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非常接近。那韩国会发觉说，它之间的话呢，追求上来讲不单单是只有工业或者说大陆的那些科技机器人韩国很行的地方，中国更行。
啊，那韩国发觉非要依靠这个大陆来发展经济不可。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就是韩国这次的话做了很多的，带了200多人，李在明带了200多个企业家，里面包含了韩国最重要的是要推动它的文化，那个 K-pop。说句良心话了，你那个韩国人唱唱跳跳的，在中国原来你要维持一定的趋势，像我们在台湾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这些人明星在大陆红的，慢慢年纪都大了。在新的接下来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嘛，所以韩国现在发觉啊，那个乐天的话呢，他这一波没有接上啊，韩国本身来讲，所有东西的话呢，不靠中国都不行，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韩国一方面要改善自己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要改善自己这个邻居实在是地缘关系的问题，跟中国非常近，你要改变的话呢，就是也根本就没办法区隔，如果没办法区隔的话呢，那么你最好呢就是要能够了解到大陆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心态上要调整，但是我话说回来啊，李在明在做一件事情非常努力，在韩国到今天还在做啊，就是韩国每逢周末的时候都有人反中的游行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韩国人对中国人，还包含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上来讲都很不友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之所以高调的接见李在明，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做给日本看啊，因为日本的经济贸易团刚刚想去大陆，马上被打枪，你不用来了。啊，那这个韩国本身来讲，200多人团，就做给日本看，但是能不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就要看李在明自己的能力了。有一种隔山打牛的味道，将军怎么看？这次其实这个李在明带的这个小米15这款手机有很深的外交含义在里面。这只手机是在 APEC 的时候，这个习近平送给李在明的。是。那时候送了，为什么送这只手机呢？这只手机是中国制造没错，可是里面有很多的韩国的三星公司的元件在里面，包括萤幕，包括它感光元件是韩国三星或者是 LG 做的。所以习近平当时送给韩国送给李在明这个手机，代表的就是中韩两国的一个这企业的经济上面一个合作的一个象征。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李在明可能是无心脱口而出，其实讲那句话平常讲不是很有礼貌说这你有没有后门？所以我说我都讲中国的一个，因为那时候美国最常讲的就是中国很多东西有后门嘛，或者是说中国讲说你美国卖给我的晶片里面有后门。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习近平反应的非常的得体这个很多把这个尴尬立刻化解掉了，然后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就化解掉。所以我觉得这次李在明特别拿这款手机在那边自拍，拍了以后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画质不错吧？为什么讲画质不错呢？因为感光晶片跟这个感光元件跟这个萤幕是韩国三星做的，所以李在明才会讲这句话。所以我觉得从中也看出来两个国家领导人的那种及时的那种智慧跟幽默，化解一场可能面临的一场外交上的尴尬。那这次我觉得李在明去，我们经常讲韩国他有一个我们经常讲他的国家策略是这个安美经中啦，就安全是靠美国的经济上面靠中国，因为美军到现在还在韩国驻军嘛，可是他跟中国又离得这么近，所以他经济上面必须要靠中国。可是我们看到这次由于中国跟日本因为高市早苗冒了那番言论之后，他让李在明有机会跟中国能够靠得更近，能够跟中国这个递出他的投名状所以他这次去特别2件事情，我想日本会跳脚。第一个，他特别要将他的安重根，就当年在这个地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这个韩国这个烈士的遗骸要接回韩国去，那当然就戳中韩国日本的这种痛处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来讲的话，李在明还说他要到上海去看当初韩国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其实那个地方我去过，我去过。我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很好奇，他中午的时候是休息，下午才开门。就我中午的时候去的时候，我是经过那边，我就看到外面大排长龙，然后一看，当然都是黄皮肤、黄面孔，可全部都是韩国民众，所以大排长龙都是韩国民众。韩国人他们只要到上海去旅游的话他们都会到那个景点去参观。当然，从其中你可以感受到，当然是缅怀这个历史的这一段过往。那当初韩国被日本这个殖民的时候，他们将他的临时政府就设在上海这个地方，设一个这个临时政府在这边。